大家好，上万我已经聊过了时代正剧和古偶仙侠的差距，这个差距其实真的是南辕北辙，无可调和。那么，为什么上万我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拿官方站台、党媒叫好的王一博的时代正剧《冰与火》，去跟书粉力捧、民间死撑的同期的那些大 IP 古偶仙侠剧去做横评，的确不算公平，因为这就是明晃晃的拿杯咖啡去跟大蒜做比较的娱乐即视感。擅长狡兔三窟的赵丽颖，从时代正剧无缝接入古偶仙侠，跟着在无缝的回马了潮流综艺，也是明晃晃表演了一把喝完了主流咖啡，再吃一口顶流大蒜的鬼聪明的现场操作。要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是需要人去适应的，而不是时代反过来要去适应人。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上万我以为，在弥漫着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正剧就是妥妥的咖啡，古偶仙侠就是美味的大蒜。时代正剧相当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美好提炼和精神升华，是高官雅士、芳香四溢的主旋律；古偶仙侠则恰恰相反，反而是千百年来寓意桃源、形同梁祝的灵魂圣境和精神麻药。所以，上世纪的文革样板戏虽然是官方极推崇的精神咖啡，然而同时期的少女之心照样是民间传抄不断、屡禁不止的靡靡之音。就算官方老是祭出杀无赦的极刑恐吓，现在好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赵丽颖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因为她的心就是先知先觉的女王心。鬼聪明的王一博一路奔跑在社会主义老干部的康庄大道，也是咖啡小王子的至高安全。十宗罪里有句话说得很好，也就是说，有时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宇宙，却看不见社会底层最悲惨的世界。这就是堪比大蒜的最好的总结了。因为相比咖啡而言，大蒜同样提神醒脑之余，也绝对底层的经济划算和老少咸宜。所以，当赵丽颖毅然决然回马古偶、禁足与奉行的时候，一度被不少不明真相的铁杆粉丝质疑到了怀疑人生的地步。然而呢，没人会想得到，咖啡虽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高端宇宙观，然而大蒜其实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当中容易被人忽略、看不见的实际刚需来的。所以，中国知名的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叶敬忠在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们眼睛里除了平视或仰视，更应该经常俯视，俯视疾苦与病痛，俯视角落和夹缝，俯视大众和底层。我们眼中看到的不应该只有金钱和钞票，还应该有人情和冷暖。我们心中所追求的不应该只有500强这个目标，还应该有悲天悯人的灵魂。触摸到真实人类灵魂和底层需要的，往往都是无需烧脑烧心，无需宇宙真理，只需简单感动的古偶仙侠才有的美女花男，存简去繁，荡气回肠和儿女情长。因此，当颖气的赵丽颖和灵气的王一博在有匪当中历经九死千山，擦出火花千般的时候，海内海外痴男怨女的眼睛都立马湿润了。抛开古偶仙侠的牵绊，一心大银幕的王一博倒是身手神速，除了一口气几部电影无缝拉风之外，自己从天而降的《冰与火》居然也成功的砸出了大坑，并且让万千死忠的观众再次成功的入坑了。于是乎，貌似今年的刑侦剧又有王室的天花板了。今年悬疑犯罪类影视剧层出不穷，紧张刺激的情节爽点爆一票观众追剧热潮，诸如《猎罪图鉴》《暗夜行者》等一时间内引发热议的影视剧，亦愈加将此类影视剧片推进大众视野。而在不久前，由王一博、陈晓领衔主演的犯罪影视剧《冰与火》上线优酷，不但各项影视成绩不俗，至今其在网上更是引发现象级讨论。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上万我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那就是刑侦剧，刑侦剧，刑侦剧，重要的事情讲3遍。因为拿《冰与火》跟同期热播的古偶仙侠做比较的话，上万我已经成功完成了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小作业、小目标了。不信邪的您，欢迎自行的回顾一下和指正一下。《冰与火》能够在同类型剧中砸出大坑，剧情的贡献值超高，编剧着力呈现出的新型毒品交易现象，真的都是电影质感。而且被毒品绑定的底层人的惨剧，简直跟纪录片的写实同框了。
以缉毒为核心的刑侦犯罪类影视剧《冰与火》，剧情以扎实、与时并进的笔触描述一线缉毒防线实抗，还有贩毒横行环境下深陷毒品漩涡的人们凄惨一角。这些时而冒出的残酷血腥名场面，令不少观众头皮发麻。例如，一轮抓捕行动所缴获的赃物，警察通过恢复犯罪分子的手机，迅速追溯至其中一个明面上名为"海外奶粉代购群"的群聊。但根据筛查后洞悉其实际则是庞大贩毒链条中的交易一环，聊天信息全都进行深层包装，其中奶粉就是毒品，罐装、袋装则是零买批量。至关重要的交易地点、时间则以一串有迹可循的快递单号伪装。毒品交易一直在我国的严厉打击下得到有效控制，但罪恶始终顽固地在角落不断滋生。而剧中此番场景更是令不少观众头一回意识，原来毒品战争也非全是刀刀见血的血拼，亦存在着精心布设的伪装、反侦查。而且，剧中各类贩毒团伙滋生、极难根除的云河县下被毒品缠身的底层人民凄怆境况，不少观众目睹后脖梗一凉的同时，也不由暗自庆幸当下岁月静好的和平生活。譬如，剧中一名吸毒成瘾人员欠下一大笔费用，贩毒分子见其身上再无半分油水，干脆使用血腥手段，杀鸡儆猴地囚禁他，并且不顾吸毒人员连声恐慌尖叫，狠心使用炸药将他的手臂活生生炸成血沫，以此威慑所有欠钱未还的底层人。初见此景，相信鲜少接触此类的观众俱是一惊。而此名吸毒分子的惨状，一部分自然源自于其当初的错误选择，但更多是源于贩毒团伙对人权的藐视、猖狂。这种悸动人心的写实，是不是成功浓缩了新万我刚刚提到的中国知名的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叶敬中的演讲精华素了呢？所以，成功的视角有时就是经常的俯视，有时就是底层的呐喊和还原。所以，观众们看到这思至此，都会不禁会致敬一把那些为人民幸福安康而奋斗的一线禁毒人员。而且，观众揪心的就是两大帅哥度身定做的缉毒警察的角色，缉毒背后的牺牲无处不在，这让热血有时不得不炸开。多位老戏骨联手实力演员打造的年度禁毒佳作《冰与火》，片中多位有血有肉、令人暗生钦佩之情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其中，由汪劲松演绎真实诠释缉毒警察现状一隅的林德赞，其饱满的人物形象、大公无私的性情，获得一众观众认可。比方，林德赞身为云和县禁毒一线的领导人，在一起抓捕行动中行为可疑，不但由此被下属陈宇怀疑是犯罪团伙卧底，而有意隐瞒行动详情，更是被领导陈立文连声质问其疑点重重，十分可疑。但实际情况却是林德赞一心扑上禁毒事业，之所以出现在贩毒抓捕现场，也有自己的苦衷。此外，林德赞身处缉毒一线，十分明白其中危险，所以他忍痛安排妻女远离自己，但此番安排却没有得到女儿的理解，相反待之十分冷淡。不过，心怀对母女二人愧疚的林德赞，亦是对女儿的要求百般满足。当女儿要出国留学时，其哪怕钱袋空空，亦拉下老脸向下属同事们借钱，并且其未能见女儿一面，故意谎称自己不会操作手机转账，此举仅仅是为老父亲想要再见女儿一面罢了。不少观众看见林德赞为缉毒劳心劳役，反被怀疑甚至调查的情节时，皆不由自主地为之境遇产生同情。接下来，林德赞略显卑微与女儿的沟通场面，更是引爆诸多网友心中的怜惜之情。这些共情的密集操作手法，贯穿了《冰与火》的主轴。年度少见的犯罪刑侦佳作《冰与火》，剧情对毒品肆虐的环境的精准捕捉，为大众生动还原缉毒现状。剧中对缉毒刑警形象的着力描写，不少观众因此重新认识缉毒警察这一光辉形象背后承担的艰辛苦难，愈生敬佩、敬仰之情。说实话，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即便觉得2年前的王一博可圈可点，更多的还是负责贡献了大量的荷尔蒙与颜值。然而呢，矛盾是可以统一的。那么，为什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问我会这么说呢？
这个问题或许应该先来问一问您自己，您为什么会喜欢上王一博的呢？大致上，摩托姐姐们最初喜欢王一博，主要是通过2个渠道，一个是王一博担任过王牌综艺《天天向上》的主持人而受到关注，另外一个就是他主演的爆款电视剧《陈情令》了。这次爆火出圈，让王一博彻底俘获了大批观众的心，进而出圈。跟着就是不少人屡看不厌、屡刷不烦的有匪当中的专情、潇洒和倜傥了。无论是主持还是演戏，这个神奇小子王一博都在给摩托姐姐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意外之旅和意外之喜。在《天天向上》的主持人里，这个王一博就是明晃晃的矛盾体一样的存在感了。一方面，实话实说，他的主持能力不算突出；另一方面，他的存在感又特别的高，甚至一度高过了汪涵。观众喜欢看王一博在舞台上的表现，而他最擅长的就是舞蹈，这也成了舞台上别样的风景。王一博的舞蹈足以媲美欧弟，而且比欧弟更帅，成为收视保证也正常。因为主持，很多人发现了王一博的舞蹈实力；因为《陈情令》和《有匪》，大家对王一博的古装扮相和演技也给予了肯定。王一博凭借自身的努力，一步步实现了跨界艺人的全方位转型。直到现阶段，王一博的出镜率依然不减。虽然没有了《天天向上》的曝光加持，他的综艺资源更趋于专业化。比如新一季的《这就是街舞》，王炸小子王一博牢牢占据4大导师的席位，和韩庚、李承铉、刘雨昕平分秋色。能当街舞类综艺的导师，没2把刷子真不行。王一博并没依靠颜值走偶像路线，而是靠实力出圈，这才是最优解。而且王一博在拍戏这块也一直在进步，和黄渤合作的关于街舞的电影待播，导演大鹏直言影片中的角色就是为王一博量身定制的，可见对其足够重视。现在王一博和陈晓主演的电视剧《冰与火》正在热播当中，就连对手戏的陈晓也不甘寂寞，直接插花，直接留下了对王炸弟弟的金句评价。这个陈氏评价就是给了自己足够的震撼和惊喜，这评价纯粹简单，也就是说，这位王炸弟弟在贡献颜值的同时，也同步贡献了该有的震撼。这种矛盾，您 get 到了没有呢？所有的惺惺相惜扎堆一块的时候，就拼图成功了。总之，王一博在饰演硬汉警察形象时，也表现出了强大的共情力。他的演技再次被认可，即便是和陈晓同场竞技，也可圈可点。细数王一博的身份：演员、舞者、赛车手、主持人，大家能感受到他的努力，也被他的才华折服。随着他的经纪公司乐华娱乐的上市，王一博的资源和身价还会再上一个台阶。未来他能走多远，或许就看有匪2了。这您期待吗？有匪对于赵丽颖而言，或许更多的还是汉堡包的遗憾。否则的话，丰满无缺的剧情只会让野蛮生长，甚至有匪2都大条的道理，无人会智慧，这您懂的。这种遗憾细数下来，其实还真不少。同样的，如果赵丽颖知道自己将会因为一件小破事被骂3年，她还会直接接过何炅的那瓶水吗？2013年，凭陆贞传奇锋芒毕露的赵丽颖参加快本，当时她为了给李晟减轻一口气喝完1瓶水的负担，于是接过何炅手中的水瓶猛干起来。但是节目播出后，网友却对他群起而声讨，指责他喝水的姿势不对。其他人都是接住下瓶口，而赵丽颖是嘴唇包住整个瓶口。因为这事，赵丽颖果然纠结了3年。因为年轻的岁月似乎不被黑就不完整了。于是乎，2015年参加《偶像来了》的时候，为了安慰娜扎，他故意谈起这事。跟着呢，在2016年参加金星秀的时候，赵丽颖又被问起这事。同样的，从此以后，赵丽颖拍戏时会刻意改变喝水的姿势了。在胭脂里喝酒时，她就会用嘴唇轻轻接住下瓶口。这些一点一滴，可谓影响深远。成名之后，一直都在小心翼翼中慎言谨行、小心求存的赵丽颖，说白了，压根就揣着明白，明明白白的。也就是说，那些死缠烂打的黑粉们，黑的不是他的姿势，而是他的出身。这种出身黑，一直以来都是最黑最大的黑粉标靶。于是乎，后来的几年里，赵丽颖常常在大家眼前犯错。在赵丽颖参加中餐厅的时候，
因为用筷子扒拉菜的举动被说没有教养。在高档峰会中，赵丽颖因为拿高脚杯的姿势错误而被内涵始终上不了大雅之堂。据高档黑粉的解释，高档人士在喝酒时都是捏住杯角的，因为如果拿住杯身会让手指的温度影响红酒的口感。这种照本宣科、眼角飞舞的大号矫情，对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而言，压根就不值得花时间去解释。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有图有真相。堪称全球最高礼仪标准、至尊宫廷典范的欧洲皇室形象大使、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在一次公开场合当中不拘一格的拿酒杯的方式，不就活脱脱的赵丽颖颖女王的拿酒杯的方式吗？难道说高人一等的高档黑粉们能够因为这一个动作嘲笑和否定英女王的皇族血统吗？所以完全看不惯黑粉操作的敞亮明白人直接甩出来的给力名句，也算是力打千军，打脸黑化了。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足够强大，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标准。这话可谓深的深万我的心。无论英女王还是颖女王，相信都是心有戚戚焉，情有微波澜的。因此，明眼人都知道，永不服输的赵丽颖这些年来的拼命和奔跑，实实在在就是在践行着足够强大的内心誓言。如果一个人足够强大，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标准。这话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了，这些发生在赵丽颖身上看似荒诞的行为和攻击，依旧真实的存在着。当年还有人深扒赵丽颖出身，认为农村出身的她本就应该很土，没有接受过礼仪培训。但是呢，细想一下的话，这些逻辑压根就不成立。反问一句的话，就逻辑成立，思路清奇了，那就是所有这些矢志抹黑赵丽颖的群体中，是否全部都是生来就是金汤匙、生来就懂得贵族礼仪的呢？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像赵丽颖一样平凡家庭出身的普通姑娘呢？曾有人很准确地概括了这群人的心理：他们愿意接受公主永远是公主的奴才心理，但却不能接受灰姑娘变身公主、农村人变身女王的凤凰涅槃。此外，赵丽颖跟杨颖的一些不和，同样也是台面上的话题。颖女王赵丽颖的自尊心的确不会允许她向杨颖 baby 低头2次。2017年，赵丽颖和这个杨颖同为某品牌代言人，一同参加了一次高档的晚宴。但是呢，相同的代言身份却迎来了不同的待遇。宴会上，杨颖与一群大佬用流利的英语谈笑风生，赵丽颖却只能偏居一隅，默默夹菜。最后宴会还未过半，赵丽颖便找借口匆匆离去，徒留同来的杨颖在一群大佬中间蝴蝶翻飞，众星捧月。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是源于一段该品牌的宣传视频。在视频中，香港人的英语自然天时地利，地道正宗，赵丽颖却显得稚嫩和生硬。没办法，母语如此，无可厚非。把杨颖扔到俄语区，她也照样会立马表现得哑口和呆滞。然而呢，尽管从品牌爸爸2017年上半年的集团年报中可以看出，杨颖担任大使期间并没有给品牌带来收入上的起色，但是仅凭她这句流畅的英语和一张混血脸，就足以让她成为时尚界的宠儿。而赵丽颖纵然带货能力突出，事业上也卓有成就，但因为这句塑料口语和一张非高级的小圆脸，让她在时尚圈饱受不堪和贬损。当然了，也有传说，赵丽颖能拿下品牌代言人，主要是跟代言的高层进行了资源置换。她付出的代价是在这段时间帮忙去带影视新人，所以高层对她其实并不感冒，只因双方是利益关系云云。这番解话真真假假，然而最终还需数字说话。黑粉的世界观总是不一样的。赵丽颖刚刚拿下代言的时候，已经有人嚷嚷着不会再买该品牌了，理由是这些人认为赵丽颖形象太土，hold不住代言的高奢档次。这种赤果果的歧视，跟英女王拿酒杯的方式，简直就是如假包换的高档歧视的翻版。有趣的是，2022年5月就有爆料称，赵丽颖的高奢合约即将到期，并且双方不打算续约。跟着更好玩，已经走进高奢门槛的赵丽颖，突然就开播了自己土气掉渣的农村乡土剧《幸福到万家》，再次把时尚形象、大牌礼仪抛在了脑后。这种 peer 的逆向打脸操作，
算是把赵丽颖的目光和务实一下子水涨船高了。说白了，地气当道，抓紧时间的赵丽颖，此时此刻只是想抓牢机会，冲击一把白玉兰事后，因而权衡再三，进退了一把时尚界的禁军。当然了，当黑粉们再次开趴讪笑赵丽颖土气掉渣的时候，赵丽颖和龚俊合体的 Vogue Film 封面又再次通过金九银十的时尚霸气，再次逆向打脸了等着看好戏的高档黑粉们。这些一来一回，也是让人眼花缭乱了。这其实就是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常说的赵丽颖，影女王最爱的狡兔三窟了。影视与时尚，一个是自己擅长的领域，一个则是充满谩骂与苛责的领域。赵丽颖选择前者是常态，影女王选择后者是打脸，真的是来去自如，笑煞了旁人。当然了，聪明人都能从中看出这个赵丽颖的初心不改的坚持与要强的大树品性。谁说高级就一定得是时尚宠儿呢？谁说在自己擅长领域做出一番成就的人不也很高级吗？总之，拿酒杯的方式绝对不是赵丽颖被黑的深层原因。当影女王成功化身赵副主席的时候，影女王拿酒杯的方式就成为英女王的同款标准了。当然了，深八为何八五花的圈子对赵丽颖有这么大的敌意的话，依旧离不开赵丽颖永远无法修正和更改的农村出身。2019年，当唐艺昕被曝怀孕时，她为了辟谣发了一条很有争议的微博，说：“我也不会劈叉，这可咋整？”说到这份上，大家都知道劈叉梗是对赵丽颖有着满满的恶意的，而唐艺昕恰恰好又是赵丽颖的好闺蜜。所以最后唐艺昕的这句澄清，怎么看怎么阴阳怪气，对不对？奇怪的是，等她真正生孩子后，评论区又全是拉踩赵丽颖的评论，同时称赞唐艺昕敢做敢当。经此一事，要说唐艺昕是赵丽颖闺蜜，赵丽颖应该不会否认；但要说她们两个是闺蜜，相信大家都有各自答案了。同样是八五花，多年前杨幂也表现出对赵丽颖的忽视。微博之夜，赵丽颖跟邻座的李现、杨幂、吴某打招呼，两个男士面带笑意的回应，杨幂却一脸冷淡。这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明显可以看出杨幂似乎对赵丽颖有点我们不属的样子。此外，身为八五花的刘亦菲、刘诗诗、唐嫣、baby 等人之间或多或少有过来往，但他们唯独跟赵丽颖缺乏交集。那么话说回头，赵丽颖的圈子又都是什么人呢？那些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生死之交，深万我就不再重复了。欢迎您自行回顾本频道大量的硬核深扒。在2017年的时候，欧阳娜娜因为蚂蚁竞走10年被全网黑时，大家才发现，居然第一个给她发安慰消息的，居然就是老是被黑粉讪笑人缘差的赵丽颖。窦骁当年因为《楚乔传》的烟熏走红时，不少人都没有想到，原来她会出演这部剧，完完全全是来自赵丽颖的推荐。张含韵当年在《偶像来了》中跟赵丽颖打打闹闹时，大家才知他俩竟是已经相识了10年的闺蜜来的。于是乎，有些人可能会说的是，这些人要么年纪小，要么未能长红，所以赵丽颖乐意跟他们交往，是否说明她偏执于跟新人、过气艺人打交道呢？或者反过来说，就是因为在新人圈子里花费太多的精力了，赵丽颖才会跟其他八五花显得格格不入呢？这些先有鸡才有蛋，还是先有蛋才有鸡的疑问，真的一点都不出奇，也不烧脑。因为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万我看来，选择咖啡或者大蒜是完全没有谁对谁错的概念的，选择对了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的眼睛仰望宇宙的时候，同样也能兼顾底层的世界，那就对了。